大家好，我是李灿啊，又来到新的一期这个边走边聊节目啊，迎着这个鸟语花香啊，咱们边走边聊吧，兴之所至啊，聊到啥是啥啊。这个节目就是这样随意啊，其实我主要就是想和大家随便说说啊。不过我今天大概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啊，就是动力啊。我觉得不管是学习中文还是做很多事情都需要动力。但是动力这个事情，我感觉有点玄乎啊，好像特别容易失去啊。就是你拼命做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好像感觉已经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但是收效甚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很容易就会放弃，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我几乎成天会面对的一个状态。哎呦，我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不是跳下来，其实是顺着这个坡坡走下来啊。我这个相机的稳定器比较好，大家可能感受不强。我觉得突然发现今天有点累啊，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之前录节目都是星期六。这个算来五一放假啊，五一放假放了5天，之后基本上是之后就是连着工作了6天啊。因为我跟着这个我儿子这个学校的这个时间计划安排来的，他昨天也上学了，所以昨天我也挺忙的。我发现人这个为什么需要周末呢？因为你假如不休息一下的话，整个人确实特别特别疲惫。而且我发现就是好像这个体力劳动呀，给人感觉这种疲劳感是当下的啊，比较直接的啊。但是这个脑力劳动，用脑子进行劳动的这话，这个疲劳感它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它更持久啊。我感觉现在全身特别疲乏啊，脑子其实有点转不过来啊，有点慢呢。我觉得其实这个边走边聊节目特别适合去反思一下、反省一下这个星期是怎么过的，而且刚好这个星期我做了一些事情呢，我觉得和这个主题很接近。就是我这个星期尝试做了一些新的形式的东西，就做自己频道啊。我最近在做自己频道，花费更多时间啊。之前在大书上用了更多时间，现在我其实想一下，我能不能注入一些新的东西啊，在自己的频道上，然后我就去尝试。结果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打击我的信心的啊。当然有些地方有些好的反馈啊，比如说这个系列边走边聊，我发现大家挺喜欢的，而且我做的也比较开心啊，就是聊聊天而已啊。而且大家跟着我这个脚步啊，在这个美丽的公园里头转一下啊，在这个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夏天的这个美丽的公园里转一下，其实也是挺好的。但是我发现呢，就是我在做别的一些尝试的时候，有点困难啊，因为它的正向反馈不是特别好啊。这个其实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主题啊，就是动力为什么会失去？因为没有正向反馈，正向反馈太少，或者都是负面的反馈。我们人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动物啊，我们做事情呢，其实更习惯是看到眼前的即时的反馈，这种反馈带给我们一些力量，带给我们一些前进的动力。但是其实啊，就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在做一些结果未知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反馈通常是很慢的，很慢很慢的，而且它未必反馈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感。这个不确定感会在你心中产生一些焦虑、不安啊。我觉得所有事情它都是相通的嘛，不管是做这个视频也罢，做这个学习中文也罢，都是一样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我们都需要反馈，才能提供我们更巨大的动力。不要说巨大了，就哪怕有一点点动力。这个其实就是我在做视频的时候一个深有所感的地方。假如我在尝试一个新的系列、新的节目形式的时候，反馈不是特别好，其实我心里就会很沮丧。
最近我在尝试做了这个直播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前段时间每天都直播呢？我就是为了去掩盖内心的不安啊，因为我每天都做，这样的话我的目光就不会集中在当天做的那个视频上，因为我知道明天我还会做一个新的，这样的话当天的这个反馈不够好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假如我的目光更多集中在这个上面，集中在这个一个视频上面，单一的这个视频上面，我就会发现呢，真的心里特别难以平衡，因为你会发现自己整个心情特别容易为一些事情所左右，为这个自己观看量啊，对自己频道的视频的观看量所左右，然后你就会很迷茫，陷入迷茫，陷入沉思啊，陷入焦虑啊，等等都会出现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和大家学习中文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学习中文也罢，做视频也罢，我们都会往往陷入了一个不确定的不安感里头，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未知的，未知的东西它其实会带来，我觉得有两点吧。未知的东西它可能会带来非常好的结果，就是完全出乎你意料的结果。另外一点，它其实也会带来非常多的焦虑。所以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方式，我觉得有两种，一种就是按部就班的，对吧？996啊，上班下班回家继续上班，每天不断的循环往复啊。另外一种就是不确定，一种具有对未知的冒险的精神。我们去做的时候，其实内心深处是特别不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前路究竟在何方。我们会往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看不清楚，前方甚至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路径，让我们一步一步跟着往前走。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开拓者。学习中文，你不要以为啊有教科书等等啊，你就不是开拓者。其实你也是。你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跟着学校的老师的这个进度或者这个课本的进度啊，你会觉得还好啊，我跟着一步步走就可以。而且你发现那个阶段是最轻松的，因为基本上你是不怎么需要思考的，思考的时间比较少。那样的话其实很轻松，因为思考会带来痛苦，思考的越多，痛苦的越多啊。这个就是我就是完全真切的感受，就思考，然后复盘，然后不断去调整，这所有东西都带来焦虑痛苦，因为我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未来一个图景啊。我或许假设在未来会怎么样啊，大概能走到哪一步。当然我知道，我觉得我是确信的，我内心是确信的，80%吧，确信。但是最终的结果真的会如我所预期吗？未必吧。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充满了变数啊。你以为是那样的，它未必一定是那个样子。所以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让我想起了当年人类这个大航海时代，那些人那些勇士啊，他们离开了这个温暖的故乡，对吧？温柔的妻子，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对不对？很多人踏上了异乡的征程，而这个异乡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都是未知的。当然有些人是迫于生计啊，但有些人最开始那一波人，他确实充满了这个亡命徒的精神，他或许已经将生死这个置之度外了，完全不去想，不去在意，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怎么样的结果他都能接受，那他们就去做了，最终带来的这个收获可能是非常丰厚的
或者可能是非常可怕的。可怕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出乎意料的死亡，你也不知道在哪个节点你就死了。所以我们现在一旦开始做一项这个事业的时候，一个完全未知、结果未知的事业的时候，就充满这种不安感、不确定感。你或许能带来非常丰厚的这个回报，或许你就达成所愿了，或许你做这样事业，能做到非常高的高度，这个谁也不知道，在当下谁也不知道。很多事情，你或许可以从历史的轨迹里去看啊，或许很多历史名人他们的人生轨迹，你去了解，你去得到一些启示，得到一些力量。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他是他，你是你，他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你未必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而且在其中的过程中充满了变数。我或许把这个主题拉得有点大啊，但是说大吧，它确实也大；说小，它也小。人生，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怎么说？中文有一个词儿叫庸人自扰之啊。人生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很多事情，我们庸庸碌碌的这个平常人呢，可能就是想的太多了。我们或许就是这样一头扎进生活里头，一路往前走，不去想太多，反倒可能会像一头牛一样，冲开重重的阻碍。但假如我们想太多，让自己的思绪不断被一些事情所纠缠，就像一些铁丝一样，不断的把你脑子缠绕着一圈一圈，不断把你的思想缠绕着一圈一圈。其实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裹足不前，因为你思虑过多了，对不对？就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姆雷特，我说哈利波特，哈姆雷特要去执行一个计划，对吧？但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思虑过周了，想了太多东西，想太多东西之后，让他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我们做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动力它一方面需要一个外部的反馈，就你做任何一个事情需要一个外部的反馈，但假如反馈不在当下立马就能得到的话，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让自己变得就是有一些盲目，把自己眼睛蒙上吧，不去看周遭的这个纷纷扰扰，不去想，或许我这样做可能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或许我这样做未必有我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是极有可能的。但是假如人生中的所有事情我们都一开始还没开始真正做的时候，或者才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么多的这个想法，这么多的预估，而这个预估它很多时候是让人很灰心丧气的话，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最终一事无成。我觉得有时候需要一种傻傻的劲吧。太过聪明的人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他患得患失的这个几率会比较大，他会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去纠结，然后行动呢往往会非常的缓慢，因为他其实把很多地方很多步骤都想清楚了，想明白了，同时这些步骤里头不好的结果被他想得更明白，那样的话每一步在他眼前其实都像一个个猛兽一样在他四周站立着。那这样的话他怎么可能有这个心情或者能力或者决心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呢？对不对？很多事情我觉得要做成可能就需要一种魄力，一种傻劲儿，就做就完了。因为任何事情在一开始你才开始做的时候，和后面你做着做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
一开始你以为是那个样子，一开始你以为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不是的。它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你也在发生变化，不只是你，这个事情也在发生变化，而且我觉得更重要是你在发生变化。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肯定不一样，今天的你和明天的你也未必一样。就是你脑子不断接受新的刺激之后，你的想法、你的认知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最终得到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真的没法想象，不是这样说，就是我在2-3年前真的没法想象我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在路上拿个这个摄像机，就这样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就算看到人，其实心里多少会颤抖一下，其实还好。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公园里头，有很多人也会持续给我一些动力，就是他们都可以旁若无人，在那跳舞，在那唱歌，在那五音不全的去唱歌，我为什么不可以？我和他们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对不对？开心就好，人生想那么多，为何？何必？对不对？那个人嘿哈嘿哈干什么呢？啊，打乱了我的思绪。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动力的时候啊，已经扯得有点远了啊，还不是很特别适应我这种风格的朋友们啊，你们可以继续耐心的等下去，继续耐心的看下去，或者转身再见啊，都可以啊。其实我觉得学习语言呢，它真的就是一个未知的旅程，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除了一开始的时候，在做初级学习的时候，有课本有老师指导，后面茫茫一片大地，没有任何的界限，没有任何的这个路径，你根本没法说啊，我遵循这个路就一定能成功，就一定能把中文学好，不可能的。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个茫茫一片大地上，有特别多的人，有特别多的人与你同行，而这些人可能你都不认识。对，有些人往这边走，有些人往那边走，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地上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小路，每条路都是人踩出来的。但是你又会发现啊，这个时候风沙一吹过，他们身后这些小路慢慢的也消失了，也看不见了。他们在回头看的时候，也会发现身后已经没有路了。但是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就说你走的路可能就消失了，而是说你走的路和别人的路都不一样，你走的路只适合你自己。你这条路走着走着可能就走不通了，或者你这条路走着走着会发现比别人更近能达到你的目的，而且最终的目的我觉得每个人又是不一样的。你想达到怎样的成就，想达到怎样的目的，你中文要练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中文来干什么，对吧？你学习中文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其实会导向你那个动力，对，你这个目的性到底有多强，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动力有多强。你会想，真的是这样吗？你刚才不是还说是正向反馈比较重要吗？其实做任何事情吧，我是这样想啊，正向反馈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你的目的究竟何在？你做这个事情的目的究竟何在？比如说，有人问我，你做这个视频的目的究竟何在？表面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也是一份工作，可以赚钱。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应该是我对中文这门语言的热爱。我想通过一些形式去传达我这份爱，因为爱可以带来力量，真正的力量，持续不断的力量。如果我并不爱中文这门语言，说话也罢，写东西也罢，让我觉得其实我只是为了应付，我没法沉浸在其中。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很难长久的，就是因为我对中文的热爱，所以我才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术、技艺、说话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这些东西
是自我的反馈，他们让我很舒服。假如我的所有东西都需要外在的反馈的话，我觉得是很难长久的，很难持久的。而且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外在反馈的话，捕捉到更直接的是一些负面的反馈。比如说我们做视频的话，可能有10条评论啊，9条都称赞你啊，你说的真棒，说的真好。有一条特别扎眼的啊，说你说的什么东西，你这个时候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凭什么说我说的什么东西？懂我吗？他了解我吗？对不对？人们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自证情节，就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这个其实就带来了现在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内耗，因为你需要不断的去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其实是特别累的，何必证明自己呢？对不对？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你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话，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什么样的事情，自己开心就好。但现在又回到之前这个点来，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究竟何在？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呢？你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呢？中文与你能带来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一点它其实会涉及更深层的一点，就是反馈了。就像我们上面说的，反馈有来自外面的反馈，有来自内部的反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来自内部的反馈。就像我做视频的话，现在有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我当然希望啊，就是能得到更多外部的反馈，这让我心里会特别舒坦啊，特别开心，觉得自己付出是值得的。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未必能得到那么好的正向反馈，就外部的正向反馈怎么办呢？我怎么去坚持呢？我怎么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你要明白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究竟何在。所以现在就再说一下我自己，我现在频道在调整啊，因为我现在更新的频率很快，对吧？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可能1周有时候会出好几个视频，这是我在做试验，我在试错，就是哪些东西会能得到更好的反馈。它首先是一个外部的反馈，比如说这个边走边聊的这个视频的形式，我觉得挺好的，大家挺喜欢的。那么有这么一个视频，它能给我带来外部的反馈，我就愿意一直做下去。而且这种形式我很喜欢，我做的也很轻松，并不累。而且吧，可以通过这么一个视频，每周呢自己去反思反省一下这一周的生活，这一周的事情。有这么一个外部反馈的正向反馈的视频做打底，就有一个基础。其实我现在另外时间段我就开始可以做一些反馈，外面正向反馈不是那么直接的，甚至不怎么好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在推出的这个中文播客，中文故事播客，其实正向反馈很差，真的很差。但这其实是有很多点原因造成的。首先我的这个观众的这个构成呀，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喜欢故事，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做了很多各种类型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决定了不是所有类型的我做的节目大家都会喜欢的。像之前我做了很多财经类的，对不对？政治、经济等等，对不对？很多人可能更喜欢这些东西啊。所以我现在在进行一些切割啊，切割的意思就是把我自己一些项目进行切割啊。我现在想把我这个频道做成专注于只是学习中文这么一个频道啊，所以呢，基本上应该会这样设置，就是1周3更啊，1、3、5都会有新的视频，应该是吧？还是2、4、6？我再想一下，我还没确定，完全确定下来。反正都有3个视频啊。第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边走边聊的视频，第2和第3个视频，我想做试验，我想走一条难走的路。难走路是什么意思？我就想做这个中文故事播客，每个星期更新2个中文故事，因为写故事是我发自内心的爱好，就是沉浸在故事里让我特别的开心。
沉浸在故事里。其实写故事的过程，其实本身就能带给我非常多幸福感。是怎么说呢？就写故事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说我一开始构思好，开头怎么样，结尾怎么样啊，中间高潮怎么样啊，它其中这些冲突怎么样，人物对话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一概不去想，我只是通过一个点一个场景进入一个故事，就像进入一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我会非常喜欢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同时是我特别未知的世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像我自己故事的第一读者一样，而且通过这个写完故事之后呢，我读给大家听，而且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读故事。读故事的时候，它也是重新演绎故事的那么一个状态。你去看书啊，看书的话只是文字，简单的文字，但读出来之后，你需要进行角色的扮演，你需要把握每一句话的语气，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是一种能带来特别开心感觉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做事情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呢。一方面当然需要赚钱啊，你需要盈利；另外一方面，其实你需要让自己开心。这些开心一开始的时候未必和这个盈利直接相关、直接挂钩，但是它是可以进行一定的补偿的。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边走边聊的视频，大家很喜欢啊，我让它打底，然后我把剩下的这个另外2个视频做成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就是故事。同时呢，之前不是也做一些政治啊、经济、历史等等啊，我发现我要是吸引太多这方面的观众的话，我这个频道会有点不纯粹。它不纯粹只是一个中文学习的频道，很多人根本不喜欢学习中文呢，他只是对中国好奇而已。那么他成为我的这个订阅者之后，我有一些中文相关的东西他就不喜欢，所以我重新开了一个频道啊，叫 Zio China 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意思。本来想说是一个 Real China， 对吧？ Real 真实的中国，对不对？真实的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真实的中国人是怎么去想问题、看待问题的？但是呢，我在这里呢，小小做一个调整啊，一个文字游戏吧。因为这个 real 在中国里发音是拼这个日，对不对？对，日。但是呢，我是一个南方人啊，浙江省属于南方啊，在我们老家的这个方言里头是没有这个日这个音的，我们会发成 z， 我们发成 z， 对。所以呢 ，Real China 变成了 Zio China 啊。如果喜欢这个中国政治经济的啊、文化等等方面的这些朋友，可以关注我这个频道啊。而且我希望这个频道就是面向更广的人群，所以我会提供主要是英文的这个内嵌字幕啊，能看到第一眼就是英文的内嵌字幕，就像这个 Asian Boss 那种状态。但是呢，我会提供这个中文的 CC 字幕啊，方便想学习中文的朋友，想通过那种类型的材料学习中文的朋友可以学习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这些问题的这个处理方式。就是说所有问题的处理方式，其实我也会发现，就是一开始你其实都想不到的，你只是边做边去想。那这个其实也是和学习中文是一样的。学习中文的时候，一开始怎么可能事事都想得那么清楚？不可能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同时呢，通过一定的这个反馈啊，获得外部的反馈，对外部他人对你的赞美啊，对不对？等等，还有这个，比如说通过 po 文的 Instagram 上 po 文等等啊，这些都能得到反馈。但另外一点呢，其实你也需要得到内心的内部的反馈，这个其实我觉得更为重要。就是你做中文就是你学习中文这个事情，带给你内心深处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才能带给你长久的动力。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再见了，下周再见。